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吸血鬼中路的一个出装、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对线情况。左边是它的近期战绩，然后右边是它的班位。他搬了佛耶哥大家懂了吧？佛耶哥必搬。版本的吸血鬼其实没那么厉害有时候发现追又追不上人，没控制的话，就是队友没控制吸血鬼或者说就是没人帮忙补伤害，没控制，吸血鬼很难杀到。我就这么跟你讲，除非对面犯病非得被那个吸血鬼追着一直打，不然交个闪拉开了以后，吸血鬼就追不上。所以吸血鬼这个版本呢，怎么说呢？有位移，就是这个版本我怎么说呢？这个版本有位移的英雄优势很大，没有位移的，或者说一些潜行技能的，能直接摸到你身边打输出，或者说规避伤害的那些英雄，都挺难受的。仅对于战士或者一些射手，射手不能这么说，射手的话看阵容，有一些阵容的话，金克斯像这种英雄，但金克斯也是得启动以后才好受一点，他不启动你也很难受，他有个被动了，对吧？这个对面直接挂点燃，那就不好打了，随时会被对面秒的。因为而且卡特是带了屏障的，盲僧直接过来踢交 W， 对方肯定想来杀的。这条线你还守不了。这里队友的话去抓哪里了？在中路出来了。这里BGM 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你爱我就别回头。”看到没有？这里回头就容易死，吓死了，差点被反杀，还好有个血池规避伤害。突然这里面刚刚那里的跳出来一个盲僧想死的心都有了，这时候。说实话，最怕的这样子，就残血对吧？在塔下，突然对面打野冒个头出来，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而且对面有时候靠，他什么技能都不交，他先交闪，我去，真的是太抽象了。有时候盲僧又来了。这个卡特其实玩的还行的，你可以看到他挺灵活的，只不过他的意识可能还是差了一些，以为自家打野在附近，所以玩的比较浪。不过这个也情有可原前期是吧，就只能当孙子这英雄。手又不够长，然后位移技能也没有。你要召唤师技能算作英雄技能，那你趁你别玩这游戏，去玩王者荣耀，或者说决胜巅峰，在国内叫决胜巅峰。然后音译的话，我看什么 ban 是吧？不知道，反正跟王者一个一样的。这瞎子的话，有可能在左边的，人马往下路河道靠了，
这时间点可以去抓，卡特下去抓了，哎，逮到了。盲僧在下半野区，难怪他会来这边。1分钟的峡谷，这里中路有优势。直接越吗？越的话，盲僧在附近打不了，必须得跑了。这时候必须得果断交闪，躲掉他的 Q。越的话，其实越不掉的，因为卡特还有屏障。这版本屏障跟虚弱优先级还是蛮高的。辅助的话带治疗，无脑带治疗，我就这么跟你讲，辅助无脑带治疗。然后自己你软辅的话，是吧？你做个那个肉辅你就做反甲，然后小反甲。软辅的话，你看射手吧，看射手帮忙做一个那个重伤的小短剑。这里的话，队友没时间过来看，还把他的兵线给清了，还追不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他多难受，他还直接送塔了。这局整体来说，这局发育其实还好，这局的发育是还好，你能在6分钟，是吧？而且可以做出那个法爆球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不是说6分钟能成第1件装备，你说明你在这局对局已经是优秀的了。但这里面他没回去做而已，毕竟是卡装备了，有时候是吧？就是会这样挤。这里可以越塔的，有血池，你可以优先扛塔。大招丢出来以后爆一下，这个时候其实打野不用回头 A 了，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不然的话可以不用掉点。前期的话，尽快的把做 CD 输，把大招的 CD 给降下来，谢谢。如果你像吸血鬼兑现发条，简直就没法兑现。前期是完全没有任何兑现能力。首先得是会玩的发条，你不会玩被你说什么吸血鬼，什么吸血鬼压着发条打，那这局是你队友的话，你会很开心。我去，要是对面的，然后发条是你家的，被压着是被吸血鬼压着打，那这局可以点了的。这里可以骗一下，对面打野在附近，但辅助来了，那就肯定不会来抓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这局打团的话，应该是有画面的，不会说没画面。找到吸血鬼那个盲僧，踢过来吗？骗技能，直接开几宝过来，给大招。这里卡特想收割起来，但被打了个控制。哎呦，这盲僧操作！没开2度，2次都 Q 空，一个 QA 收掉，还回来想收这个辅助，做梦啊！春秋大梦真的是。他好像是利用血池把那个大招给躲了。哦，他队友中路躲了一次大招，这次也是利用血池直接躲大招。
像有个点哈，你对英雄理解了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完全利用，比如说对面3个英雄，你觉得哪个人的大招对你威胁最大的时候，然后你的2技能，除非关键时刻，比如说你失误了，你要用2技能去弥补你的失误，要么就是然后你就是利用，比如说你开了疾跑以后，你走位很快嘛，然后你就可以利用走位去躲掉对方技能。然后像对面直接闪现过来给那种大招，或者石头人的大招或什么的，你没办法躲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 W 直接瞬间规避伤害。然后而且如果说你玩的差一点的话，也不要做推棒，直接做那个金身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你看没有，直接上来就给，哎呦，直接推棒拉开，差点就被秒了，但还是被烫死了好像。卡特做推棒，卡特做推棒，哎，我脑子有点宕机了。卡特做推棒，操作更秀是吧？不过说实话，推棒比推棒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那个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件装备。但他的大招是不可以释放推棒的呀。他为了调整位置，不过也不排除这种情况。这波团战是可以打的，大招大到2个，再炸一下，再闪现回来。啊，这辅助，这射手上去送，但这局没后续，2换1啊！这盲僧想绕过来切后是吧？果然是。没躲掉这个 W， 还是按慢了。你可以看到这盲僧就很会玩啊，然后他就是来后面来找你的。这个时间其实吸血鬼的话也是自己太嚣张了，拿脸去探草，肯定让辅助去探，然后你站在河道草就够了。这个上单是完全不参团的，而且他也限制不了永恩。毫无卵用。对面上来就想来一套，知道这3个人是吧？除了布隆有那个控制，其他是没有控制的。这里上来会被秒掉吗？2技能推棒再拉开，哎呦，卡了一下，还好没死掉，再吸一口。哇，维鲁斯直接拿下那个卢锡安，拿下4杀。队友起来了，维恩的话，直接一个 EQ 就可以直接把他秒掉啊！会玩的话，这个瞎子其实不菜的，只不过这个瞎子在中路啊，就是投入了太多成本，然后团战的时候太想针对这个吸血鬼。你可以看到，直接11个助攻了，何意味呢？就中单现在这个版本挺尴尬的，无论你再吸，你的助攻都好多，你知道吧？除非刺客中单啊，像法师中单真的很尴尬，这个版本装备也很少。你看 AD 装备都快2页了，如果你要往下翻才能说看完整个 AD 装备哈，但是你法师装备你就不用滑，哎，你点开，就齐了。我看有没有机会，等待时机。
这里飞进来，推推棒进场 ，Q 一下薇恩，大招给出来。哦，大招好像空了。再 Q 一下 ，EW 闪直接炸4个，我天！爆炸！好，那精彩的一个4杀收尾。第1局就到这，后面的话还有1局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